当地时间周4至周5，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召开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召开。拜登宣布将拨款1.5亿美元与亚洲国家加强海事防卫等领域合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关键是要倾听亚太国家维护和平、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心声。本月下旬，拜登还将开启亚洲之行，首次访问日韩，以巩固他主推的印太战略。当地时间周4晚，拜登在白宫设宴招待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他宣布将拨款1.5亿美元，协助亚洲国家发展清洁能源、推动教育以及加强海事安全及卫生防疫工作。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数字比去年10月美国东盟年度峰会上美方承诺的1.02亿美元同类拨款有所扩大，但今年拨款的大头6000万美元将指定投入海事相关项目，包括增派海岸警卫队人员和设施到印太地区，协助伙伴国提高海事防卫能力等。观察指出，美方此举意在搅浑南海。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南海问题趋缓，中国和东盟双方呢在这个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美国呢不甘心，还是想把中盟和中国之间进行挑拨。第二个考虑呢，就是为了向东盟这些国家卖美国的武器包括海军这些方面的装备。表面上看他不提这个军事二字，但实际上隐含的背后的目的还是和东盟加强合作，来这个在南海问题这个找中国麻烦的这样的一种考虑在里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表示，中国东盟建立对华关系31年来，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给11国20多亿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国同东盟合作的底色。中国和东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进集团对抗。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关键是要倾听亚太国家维护和平、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心声，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正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是连续2天记者会上的热点。那外界观点认为，峰会是为了对冲中国的影响力。那我们注意到，赵立坚连续2天的回应当中，开放、包容都是高频词。今天更是着重强调了中国东盟的合作底色，那就是互利共赢、开放包容。至于外界对于美方动机的揣测，赵立坚今天并没有直接来回应，只是说中美都是亚太国家，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但关键是要倾听亚太国家的心声。其实这样子的表态呢，也更加凸显了我们所不断强调的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时隔6年后，美国与东盟之间举行特别峰会。但这场峰会原定3月举行，但美方临时取消，拖延到现在，被外界批评美国不重视东盟。峰会召开前夕，美方也以智库对话的方式阐述对东南亚的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一场座谈会上声称，此次峰会是为了让东盟领导人加深对拜登团队的了解，展示美国成为东南亚稳固伙伴的决心。他还强调，拜登会让亚洲各国知道，美国无意把东南亚或亚洲推向新冷战。Biggest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strategic frameworks are more aligned between leaders, between the leadership in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am very pleased to say, in a generally bleak global landscape,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sign. 坎贝尔表示，美国政府需更熟悉东南亚，也需让东南亚领导人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运作情况和考量。例如，美国国会2党虽然都支持政府的亚洲战略，但在经贸等议题上分歧很大，以及美国政界围绕对华政策的辩论等。坎贝尔这番表态呢，其实他讲的并不是心里话，因为实际上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它就是指向中国。但是呢，我们知道，由于东盟在中美之间，他不愿意选边站队。东盟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中国是很多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呢，美国看到这个想法，东盟迫使东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站在美国一边，看来是做不到的。因此，退而求其次，这个采取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这些话呢，是为了掩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真实的意图。
外界对拜登政府即将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高度关注。美方此前表示将在本月稍晚拜登访问日韩时公布，但在与东盟的峰会上有可能公布一些细节，因为东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分析指出，东盟具有强烈的发展需求，期待美方提供更多面包与黄油，以弥补以往华盛顿对东南亚交往中侧重安全、忽略经济的短板。但美方去年拨款1.02亿美元，今年拨款1.5亿美元，已经说明了拜登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态度。对于美方的算计，东盟国家也看在眼里。东南亚媒体多次批评美方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认为，东盟自身的经济愿景和美国试图构建的经济框架既有契合点，也有不同点。美国加强经济存在的背后，仍然是深刻的政治战略目的，即逼迫地区国家登上与中国脱钩的贼船。对此，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依然会抱以审慎警惕的态度。目前，东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关系的东南亚国家担心，美方所谓印太经济框架会加剧中美在本地区的竞争，破坏有利经济发展的和平局面。参与峰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四下午在与美国商务部官员交谈时提到，他鼓励东盟成员国加入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但他也提醒，这个框架必须具有包容性，为成员带来实质利益，才能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同时，他也再一次明确新加坡的一贯立场，不希望东南亚成为美中博弈的前哨，不希望美国逼迫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印太经济框架被认为是仓促抛出，以弥补美国退出 TPP 在区域国家经济体系中形成的空白，但美方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印太战略上。最明显的是，拜登政府今年2月初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就明显忽略经济，大篇幅宣示将向印太区域投入更多外交与安全资源，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观察指出，这份报告再次暴露美国赤裸裸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战略棋子而非合作伙伴的真实意图，在取悦了美国盟友的同时，却让更多的东盟国家陷入犹豫。东盟国家很清楚，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并不顾及他合作伙伴的这种考虑，而且呢，对某些国家他进行排他性，这样的话不利于这个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所谓亚洲行，仅有日韩两国，不包括任何一个东盟国家，再次凸显美国对东盟的轻视。据白宫此前通报，拜登将在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晤。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翔认为，美国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在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政治表态，即尽管俄乌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动荡，华盛顿仍已决心全力推动其印太战略，包括把亚洲一众国家拉上他对抗中国的战车。日方对拜登即将在东京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高度关注。日本驻美国大使福田浩司日前称，配合拜登出访，日本也朝着加入该经济框架的方向进入最终调整阶段。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也表示，欢迎美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但他也提出担忧，认为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好处尚不明确，并表示美国应拿出诚意，让大家看到该框架与众不同的优势在哪里。日本朝日新闻周四在报道中直言，虽然希望让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也加入进来，但由于不会涉足降低关税的市场开放，对于期待扩大美国市场业务的国家来说，加入该框架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日本也很担心，美国的意图是很可能是把中国排除在外。日本和中国尽管在战略上在地区问题上有很多矛盾，但是呢，日本在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还是获利匪浅的。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的美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呢？大家知道，为了构筑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自从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一直在纠集印太地区的所有国家，甚至是非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企图把他们编排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战斗队形。而且就如同踢足球一样，这个战斗队形是分为前锋、中场与后卫层次分明的。其中排在前锋位置的是拜登政府构筑的军事同盟，它包括在印太地区早已存在的美日、美韩、美澳同盟，以及后来成立的美英澳军事同盟。而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拜登政府还在企图让北约
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来。这些同盟之间不仅实行同样的市场经济，拥有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确保他们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内无障碍的合作。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同盟国都愿意在安全上跟美国捆绑在一起，为美国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就成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亲兄弟。排在中场位置的，这是拜登政府正在构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同盟，也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个对话机制虽然打上了安全2个字，但在事实上，由于印度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内并不愿意跟其他3国走得过近，所以他们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与经济合作同盟，有点类似于当年安倍提出的所谓自由繁荣亚洲之福。跟前面的亲兄弟相比，他们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名义上的表兄弟。排在后位位置的，就是拜登想要拉拢东盟一道共同构筑的经济同盟。由于相当一部分东盟国家跟美国并不具备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愿意被绑上美国的政策，他们只愿意分享美国在构筑印太战略时所带来的经济红利，而且是中美两边的经济利益都想要，所以他们只能身处美国对外同盟关系的最外层。跟前面的亲兄弟和表兄弟相比，他们只能算是貌合神离的酒肉朋友关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在构筑这些同盟关系的时候，不仅是亲疏有别的，而且是有轻重缓急的。他们先打造与巩固的是自己的军事同盟，其次是政治同盟。等前面2个同盟关系都巩固的差不多了之后，再来着手打造经济上的同盟。那在您看来，在这次美国东盟峰会上，拜登政府能够把东盟国家调上印太战略的贼船吗？我觉得很难。大家知道啊，无论是奥巴马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在实施印太战略的时候，都在东盟国家中下了大功夫，甚至是使出了9牛2虎之力，包括在东南亚地区制造中国威胁论，挑起中非、中越、南海主权之争，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丑化中国。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除了导致中盟内部的分裂之外，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一是东盟10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不仅本身并不统一，而且有不少国家还跟美国在这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二是跟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之争的东盟国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东盟国家不仅对南海问题不关心，甚至担心因此而被卷入到冲突当中，损害了跟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过很显然，跟奥巴马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看上去似乎是要聪明多了。他们显然是吸取了奥巴马与特朗普时候的教训，在拉拢东盟的时候，身段上变得更加柔软了，战术手段上变得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了。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这次美国与东盟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一再对外放话说，这次峰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那些对美国不那么熟悉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接触和了解一下拜登政府，并顺带了解一下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大家先认识一下，交个朋友。很显然，这是要打消东盟国家对美国以及印太战略的疑虑。二是拜登政府把自己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诉求，也就是把新冷战的獠牙给隐藏起来了，在这次峰会上只跟东盟国家谈经济合作，甚至是要为东盟的经济发展提供真金白银的援助。很显然，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内没有共识的东盟国家，他们之间的唯一共识就是经济利益，所以美方准备投其所好。
先给经济甜头，让这些东盟国家尝一尝，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些东盟国家钓上自己的贼船。那么由于中国早就跟东盟国家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并将东盟国家当成了是一带一路构想的优先对象，这也就意味着在争夺东盟战场上，中美在经济领域内将会有一番正面的博弈与较量。当然了，我更相信最终美国与东盟只不过是在玩一场钓鱼的游戏，美国想利用经济诱饵把东盟钓上自己的印太战略的贼船，而多数东盟国家则只会咬掉美国抛出的诱饵，最后拒绝上船。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冲突进入第79天，主要战场依然在哈尔科夫。另外，俄军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封锁仍在持续，情报显示厂内有大鱼。美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俄罗斯正为在乌克兰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做准备，且目标不仅是顿巴斯地区，还包括乌克兰南部的一些地区。而在北约方面，似乎执意要接受芬兰为正式成员国，这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接壤区域增加1倍，新的冲突可能又在酝酿中。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五表示，俄防空系统兵器过去1天内在哈尔科夫州击落乌方1架苏27歼击机，以及在不同地区击落15架无人机，还在哈尔科夫州拦截了乌克兰龙卷风骑射火箭炮系统的2枚火箭弹。科纳申科夫表示，自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已摧毁乌克兰近850架无人机、165架飞机和125架直升机。俄军正在重新集结，以阻止乌军部队继续向乌克兰的边境挺进。俄军还炮击了乌军已摧毁乌军的人员、武器和军事装备。乌克兰国防部方面还表示，在马里乌波尔，俄军仍然在封锁亚速钢铁厂内的乌军部队。渥太华公民报报道证实，加拿大退役中将特雷弗·卡迪尔人在乌克兰。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战局来看呢，俄军集中全力拿下顿巴斯，或者说在顿巴斯地区这个快速推进的这样一个战略目的，现在来看是没有达成。这个双方其实在这个顿巴斯方向呢，其实陷入了一个新的消耗战。这个消耗战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俄方是比较不利的。对于俄乌冲突的长期走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周二称，美情报机构认为，俄总统普京正在为乌克兰进行旷日持久消耗战做准备，且目标不仅是顿巴斯地区，还包括乌克兰南部的一些地区。海恩斯阐述认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是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2个乌克兰东部地区，控制赫尔松市，并建立一座连接俄罗斯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的大陆桥。这样做将是俄罗斯的重大战略胜利，并将使乌克兰成为内陆国。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看其实已经是一个双方每天都没有多少推进，没有多少进展的一个消耗战了。长期来看，面临整个西方全力支持的乌克兰，它的这个境况也是非常不利的。海恩斯的言论显然是在为拜登向国会要钱援助乌克兰造势。美国军方近期警告，援乌资金将在10天内耗尽。拜登强烈呼吁的4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租借法案，周二在国会众议院通过。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周四阻止参议院通过援助法案，他要求修改法案，设置监察长一职来专门监督乌克兰开支。保罗警告，不能通过破坏美国经济来拯救乌克兰。他还说，美国人正感受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痛苦，而国会似乎只想通过尽快拿出更多的钱来加剧这种痛苦。美国媒体称，保罗的阻挠迫使美国会参议院不得不安排一次额外的程序性投票，以绕过阻碍，通过这项拨款法案。报道称，目前情况下，该法案的通过时间至少会推迟到下周甚至更久。这意味着美国援乌将出现真空期。这个法案呢，它虽然说是现在它的表决被推迟了，但是可能在这个推迟之后，最终还会得到通过，因为实际上在无论说在这个此前在众院也好，还是在这个参院的这个2党的这个高层中，其实都是对这个法案是一致支持的。俄方很清楚，像现在打的就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就在和就在和乌克兰背后的美西方直接的掰手腕。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近日开始约束美国情报机构，以避免美俄卷入直接冲突。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情报部门深度介入乌克兰危机，向乌方提供情报，为其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有关俄罗斯军队的位置和动向的情报信息正在实时地流向乌克兰，其中包括卫星图像以及来自美国敏感消息源的报告。美国官员最近也热衷于宣传乌克兰的累累战果。拜登政府官员还强调，美国没有与俄罗斯交战，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旨在防御。但美媒认为，实际上美方在战场上对乌克兰方面如何使用武器和情报的控制力非常有限，不排除乌方故意把美国拖下水。美俄这两个核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急剧增高。欧洲重燃战火，而北约还在坚持扩张。芬兰、瑞典近期和北约就互送秋波。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周四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芬兰将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外交部长佩卡哈维斯托表示，如果议会决定，芬兰将在下周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方面同日回应，芬兰加入北约对俄构成直接威胁，俄方考虑实施报复。俄罗斯外交部周四说，芬兰领导人声明显示该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俄方将被迫采取军事技术和其他性质的报复性举措。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周四再次发出警告称，与北约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路透社则援引多名俄方官员先前说法报道，对于芬兰加入北约，俄方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波罗的海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个军事技术手段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不太可能是直接的这个地面进攻，像这个俄乌冲突这样的一个地面进攻，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这种动用这个核威慑手段进行一些这个核导弹的试验啊，进行一些这种武力展示啊等等，来这个给这个芬兰和瑞典施压。但实际上，俄方的这个施压，在目前来看，它没有办法扭转这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芬兰是北欧5国之一，紧挨俄罗斯，两国国境线长达1300公里。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距离俄芬边境约170公里。一旦芬兰加入北约，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边境将扩大1倍，双方将要面临的军事摩擦风险随之急剧增高。此外，莫斯科认为芬兰所在的克拉半岛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战略堡垒，也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所在地。对俄罗斯而言，北约在冷战后一再扩张，持续挤压俄战略空间。如果北约北扩直抵俄罗斯家门口，势必进一步加剧与俄对立，导致欧洲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芬兰总统与总理发布联合声明，宣称应毫不耽搁立即申请加入北约。那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芬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发布的这份声明啊，就意味着这个北欧国家它申请加入北约的这个靴子啊落地了。入约进程呢，从舆论话题进入到实操推进，摁下了快进键。那么，这当然是芬兰的大件事儿。在俄乌冲突因为北约东扩而起，至今呢仍然在持续延烧的大背景之下，这当然也是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大件事儿。那么对于正在为自身安全征战的俄罗斯来说呢，这更是需要及时应对的重大挑战。芬兰县政府呢是5党联合执政，那么作为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联合发布声明，它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那么显示，就申请加入北约这一决定国家路向的头号的重大议程呢，芬兰已经达成了跨党派的政治共识。这呢也意味着国际战略界的一个专用语汇芬兰话将会彻底成为过去式。那么身处西方阵营的芬兰，它面对强大的俄罗斯近邻，在东西方阵营激烈博弈的夹缝中，被迫以主动中立的这个方式来争取维护国家的战略生存和外交自主。那在西方语境中啊，芬兰话就是呢亲苏媚苏，向莫斯科磕头。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打破国家中立呢？芬兰外长周四向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重申，俄罗斯发动的高风险的军事行动最终推动芬兰做出重大决定。芬兰总统前几天也说得再清楚不过，要怪就怪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应该对镜自省。当然了，在我看来，芬兰决定加入北约是国内外一连串诱因共同推动激发的结果。尤其值得关切的一点是，芬兰这份联合声明发布的前一天，
英国首相约翰逊刚刚访问了赫尔辛基。可以这样说，约翰逊此访为芬兰申请加入北约有决定性的助推了一把。那么面对北约可能的北扩动作，俄罗斯将如何反制呢？如果芬兰、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而北约如西方媒体普遍预期的那样以快车道方式来接纳申请，那么在俄罗斯看来，这当然是羞辱式的北扩，对俄罗斯构成重大的战略挑战。所以俄罗斯的回应非常强硬。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一旦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呢就将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曾经担任过一届总统的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他再度发出严厉警告，一旦俄罗斯与北约发生冲突，有可能全面升级，引爆核战。此前呢，芬瑞两国刚刚爆出加入北约的传闻时梅德韦杰夫就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放狠话，扬言要在加里宁格勒战略飞地部署战术核武器。俄方的核威慑呢，实际上也在付诸行动。此前俄军刚刚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模拟核武上阵的战术演练。所以北约一旦把与俄罗斯国土毗邻边境线最长的欧洲国家纳入自身的战略版图，那么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等级就会大大升高。那么这将是欧洲安全的又一个高危时刻。但是呢，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尽管俄罗斯全面升高核威慑，尽管对乌的这个战事仍然在以血腥惨烈的方式在推进，但是呢，北约接纳芬兰以及瑞典作为正式的成员已经近乎不可逆转，俄罗斯很难扭转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明确表示，必须要找到令俄罗斯免遭羞辱的现实途径，但英国首相约翰逊乃至美国总统拜登对此是不以为然的。美国防长奥斯汀甚至放言要彻底削弱俄罗斯，废掉其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那么面对北约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羞辱式的北扩，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俄罗斯核威慑会不会有实质性的升级？俄罗斯对动用核武的前提界定是国家遭遇生存威胁。至于在何种情境下判定俄罗斯正面对生存威胁，那么现在能够做出这一战略决断的而且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人。那么英方是怎么助推的？芬兰难道不忌惮俄方反应吗？约翰逊呢，他访问了这个瑞典，也访问了芬兰，他所到之处呢，都与两国签署了安全协议。那么英国首相就宣称，根据协议的安排，缔约国只要受到攻击，英国呢都有义务提供援助。在被记者问到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芬兰遇袭，英国将会派兵时约翰逊打起了太极。他说，这一庄严宣告本身就已说明一切了。那么作为缔约国，有义务向对方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请注意，这两份协议它都是即时生效的，而申请加入北约，即使启动所谓的快车道程序，它也还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在我看来，这两份安全条约等于是在已经提交申请，但是尚未加入这一段空窗过渡期呢，英文所谓的 Gray Zone Period， 英国实际上是在此期间向芬兰、向瑞典发出了安全担保。那么至于英国，它到底有没有实力提供这个担保？为何约翰逊他会像英国经济学人嘲讽的那样，在内政上既无力，但是呢，在外交上却一副圣斗士的姿态？这呢是另一个可以探讨深究的话题。那么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就国内来说，在安全态势上的舆论民情已经发生了大转折。俄乌冲突直接引爆了芬兰全社会的安全焦虑。芬兰机构 YLE 公布的民调结果就显示，在俄罗斯2月24日打响对乌战事之后，支持芬兰加入北约的老百姓暴增，支持率从此前的这个20%到30%，一路跳高到了76%。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北约扩张的主要推手美国一直在幕后怂恿。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时就明确表态，只要芬瑞两国做出决定，那么美国就将会强烈支持。而约翰逊呢，他冲到台前和芬瑞两国签署安全协议，等于送上了申请过渡期的安全保险。芬兰人口不过550万，常备军3万多人，其中呢职业军人只占1半。
当然了，芬兰的武备比较先进，和北约国家的装备制式相同。最近也刚刚采购了60多架洛马公司的 F-35A 隐形战机。芬兰军人呢，长期和北约军队联合演训。本月刚刚和美国、英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4个北约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所以呢，外界普遍预期芬兰军队融入到北约不会有太多的磨合，而芬兰军队的加入，实际上对北约整体军力的扩张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但是呢，因为芬兰和俄罗斯长达1300公里的边境线，加上俄罗斯打响对乌军事行动，正是为了抗击北约东扩，那么在俄乌战事焦灼之际，反倒迎来北约更加猛烈的北扩。因为芬兰之后呢，还有瑞典要加入，所以对俄罗斯这确实是一个伤害性有限，但是呢侮辱性极强的大事件。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危机正在加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在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西方对俄制裁不仅反噬自身经济，并在很多方面引发全球危机。外界注意到，虽然口头高喊要制裁俄罗斯，但大部分西方国家显然还没有做好与俄罗斯能源脱钩的准备。欧盟甚至都被曝光要暂缓推进俄罗斯石油禁令。另有美媒透露，已有20家欧洲企业向卢布结算令低头，开设卢布账户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普京在周四的俄经济问题会上表示，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其自身利益。这一点可以从欧洲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中看出，一些国家的通胀率已接近20%，而整个欧元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超过11%。他说，继续对俄实施制裁将不可避免地对欧盟及其民众以及面临饥饿威胁的最贫穷国家产生极其复杂和难以逆转的后果。普京认为，这完全应归咎于西方国家的精英，他们准备牺牲世界其他地区以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Причем эти санкции во многом и провоцируют глобальный кризис. Их авторы,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близорукими раздуты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амбициями, русофобией,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бьют по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 по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экономикам, п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ю своих граждан. 对俄罗斯这种极端制裁其实是个双刃剑，尤其是欧洲，它是对这个能源依赖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它可以替代，但是替代的代价呢是，从美国得到价格更贵将近1倍的能源。那么这个随之而来呢，就是各种生活生产成本的上升，那么使它的竞争力也下降，而且呢，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普京强调，由于近年来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加强经济主权、技术和粮食安全的系统性决策，使得俄罗斯得以坚定的、有把握的应对外部挑战。上周，俄罗斯央行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在2023年完全适应美西方的制裁。原因之一是西方跨国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给当地企业带来商机。Наш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нимают освободившиеся после ухода не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ниши н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м рынке, включая товар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спрос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сервисн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ную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ую технику. 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今年将出现全球性粮食短缺。但普京表示，预计俄罗斯今年会迎来丰收年，粮食产量可能达到1.3亿吨，其中包括8700万吨小麦。这不仅可满足国内需求，还可增加对全球市场的供应。这意味着俄罗斯财政收入将进一步改善。此外，俄通货膨胀正在逐渐放缓，预算能力正在提高。随着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外贸顺差扩大，卢布汇率也在走强。俄方也逐步推出针对西方制裁的反制措施，重点针对不友好国家的能源企业。周三，俄罗斯联邦政府网站发布了一份新的制裁清单，禁止俄方实体与受制裁对象交易，哪怕是履行现有合同义务也不行。俄方清单涉及31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欧洲、美国和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合作方，包括俄气德国分公司和波兰的欧俄波天然气公司，后者负责经营亚马尔欧洲管道在波兰境内部分管道。这条管道输气量占俄罗斯对欧洲供应总量的约20%。由于过境波兰，波兰政府对其收取过路费。但4月底，俄方宣布，由于波兰反俄走极端，已经彻底停止对波兰供气，因此亚马尔欧洲管道的关闭并不令人意外。欧洲天然气价格应声上涨，1年来累计涨幅达400%。
其实，在欧盟多次扬言加码制裁俄罗斯的同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选择用脚投票。彭博社报道称，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随着卢布结算令生效后，首次结算的支付期限临近，已有20家欧洲企业开设卢布账户，以满足俄方用卢布结算天然气的需求。另有14家欧洲企业向这家银行索要开设卢布账户的相关资料。据意大利总理透露，德国已经开始使用卢布付款。普京此前强调，如果拒绝以卢布付款，将被俄方视为违约，一切后果由买方承担。此外，俄罗斯也在挖掘新兴市场潜力，以应对越发不稳定的欧洲买家。最新统计显示，今年4月，俄罗斯石油最大的国际买家是印度。令西方尴尬的是，尽管欧盟高呼要封杀俄油进口，却要从印度采购成品油产品。今年3月，印度出口欧洲的柴油和其他炼油产品达每天21.9万桶，创历史新高。印度已经打通了从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经过石化厂精炼后，再高价卖给欧洲的产业链。美西方的制裁现在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就是也没有得到全球所有国家的认可。印度它还有保留自己很大的自主性的。其实不仅是印度，很多这样的国家现在也是展现出这样的一种态度。也就是说，在现在没有形成一种全球的对俄罗斯的压制的情况下，美西方呢对俄罗斯的这种对抗的措施，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